太阳才刚升起，16岁的森半四郎就已经在用武士刀刻苦地练习招式了。半四郎是一名雄心勃勃的见习武士，今天他必须给老师们留下前所未有的好印象，因为今天他将会请求前往首府江户，进行为期1年的武术和文化修行，而他需要老师们以及父亲的支持。这一年是1800年，地点是高知城，日本土佐藩的藩厅首府。藩地由大名诸侯管辖，其手下有约1500名武士家臣效力。日本已维持了200年的和平，曾经以征战沙场为生的武士，如今则扮演了更加广泛的角色。他们也担任幕府官员、学者、教师，甚至是茶道大师或是艺术家。为了履行这些不同的职责，像半四郎这样的年轻武士会进行文武两道的修行，不仅要修炼武学，也要研习文艺。在15岁时，他行过元服之礼，获赠了被称为大小的一对佩刀。长刀用于训练与战斗，短刀则有着唯一的庄严目的。如果他是自己、家人或大名蒙羞的话，就要用短刀切腹自尽。半四郎十分崇拜活跃于150年前的著名剑术家、传奇武士宫本武藏。令半四郎钦佩的不只是他的剑法，宫本武藏同时也是一名书法和绘画大师，这也是半四郎想前往江户的真正原因。他心底里也想成为一名画家。在结束了家中的学习后，他向父亲道别，走向了学校。他的父亲正在为陪同大名前往首府做准备。日本幕府的最高领导者德川将军要求所有地区的领主轮流往返领地与首府执行政务，进行参勤交代。成本高昂的来回跋涉能使大名保持服从，并阻止他们累积军事力量对幕府进行挑战。大名的妻子和孩子作为幕府的人质，会在江户长期居住，确保大名的忠诚。但是这样的制度不仅会影响到大名，也决定了日本多数人的生活节奏。武士必须跟随大名前往江户。这一年，轮到半四郎的父亲陪同参勤。半四郎渴望与他同行，但是鉴于他仍在见习，他需要得到父亲和藩地两者的许可。在学校，半四郎的第一堂课是剑术。在老师严厉的目光下，他与同学们结对演练他一直在练习的整套招式。课程结束时，他再次向老师提出了前往江户的请求。老师那天第一次展颜微笑，半四郎相信自己将得到他的支持。接下来，在他下午的学术课程之前，半四郎还练习了射箭、骑马以及游泳。下午的学术课程包括儒家哲学、伦理和历史。当老师点到他时，他早已酝酿好了答案，这为他的旅程赢得了另一位支持者。当天结束时，半四郎很自信自己的正式申请会得到批准，但最大的挑战仍在前方，说服他的父亲。他父亲认为武道比文道更加重要，因此半四郎没有提及他的艺术追求，而是谈到了自己能有机会师从知名的剑术家，还可以考取教学资格证书，让他返回高知时有更好的职业前景。然后半四郎提出了最后也是最有力的论点，如果他这次同去且万事顺利，父亲就可以退休，未来会派他跟随大名参勤。正是最后这一点说服了他父亲。半四郎的父亲同意在参勤之旅中带上半四郎。在首府的喧嚣中，半四郎终于能有机会去追求他心底想成为画家的理想。
通过其中一段视频继续了解日本古代文化，您可以跟随一位日本神道学者踏上寻找和平之旅，或学习如何以鱼拓的风格制作石刻。